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你辛苦努力，却在亲戚的眼中什么都不是。过年回家，明明只是想吃顿团圆饭，却总有人冷嘲热讽。现在赚这点钱，将来养家怎么办啊？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没房子？同年纪别人都几个小孩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另一半？这些话表面上像是随口一提，但其实往往带着高高在上的轻视，像一根根细针，能一下子戳进心里。你想解释，但越解释他们越得意。你想反驳，我只是暂时还没机会，我的行业在积累经验。听的人反而觉得你心虚，甚至继续追问。在一片热带雨林里，一位探险家孤身穿行，他带着简单的工具、地图与食物，本以为能顺利穿越丛林，却在途中迷了路。焦急之中，他四处寻找出路，却一脚踩进了一片看似平静的泥地。起初他不以为意，打算轻轻拔出脚就能继续走，但没想到脚踝立刻被泥土死死锁住。他慌了，拼命挣扎，用尽全力想把脚抽出来，但越是用力，泥沼的吸力就越强，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没。他惊慌失措，心跳急促，身体下沉得更快，直到快要被泥沼完全覆盖时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于是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停止不必要的动作。奇怪的是，他一旦不再乱动，下沉的速度明显减慢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旁边不远处有一根倒下的枯木。他小心翼翼地将身体重量分散，慢慢移动，最终抓住了那根木头，尽力爬了出来。这就是泥沼理论。当我们的人生陷入困境，面对那些冷言冷语的亲戚，这种无力感就像掉进一片泥沼，你越是挣扎，却陷得更深。你反击，反而成为对方茶余饭后的笑料。当你陷入困境，越想急着证明，急着反击，反而陷得更深，就越是会被负面情绪吞噬。只有保持冷静，先求自保，才能慢慢找到出路。一、止损，拒绝陷入情绪泥沼。当亲戚瞧不起你时，你的内心会被愤怒、委屈和不甘所填满。这些情绪就像泥沼中的泥土，一旦你开始回应、反驳、争论，你就会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小陈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但他的亲戚们却不认同他的选择。他们认为艺术是虚无缥缈的，只有做生意赚大钱才是正途。每次家庭聚会，亲戚们总会对他冷嘲热讽：画画能当饭吃吗？你看看你表弟才高中毕业，现在都开上豪车了。这些话语像尖锐的石子，不断投向他。小陈曾试图反驳，他会拿出他的作品，解释他的创作理念，但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嘲笑。他发现自己越是想证明，亲戚们就越是来劲，他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痛苦。最终，小陈意识到，与其在这种无谓的争吵中挣扎，不如停止内耗，及时止损。他选择不再回应亲戚们的言论，甚至减少了参加家庭聚会的次数。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提升自己的艺术造诣。几年后，小陈的作品在国际上大放异彩，被多个知名画廊收藏，他的作品价格也水涨船高。当这个消息传回老家，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亲戚们，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，变得总是说：我们早就知道小陈有艺术天分，他这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。小陈听了只是淡淡的笑着，他知道这一切与亲戚们的态度无关，只与他的努力有关。他没有去追究当初的嘲讽，因为他已经成功的走出了那片泥沼。二、专注让自己成为灯塔，是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身的成长中，让自己成为一座在黑暗中闪耀的灯塔。当你散发光芒时，那些泥沼将无法靠近，而那些真正欣赏你的人会被你吸引而来。小伟刚毕业时月薪不高，每逢过年回家，亲戚们总爱在饭桌上比薪水，比房子，有人冷嘲：你不是读很多书吗？结果还不是拿那点小薪水。有人补刀说：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买房结婚啊？小伟一开始总急着解释，
说自己在累积经验，将来一定会更好，但亲戚哪里听得进去，反而把他的话当笑料说，别安慰自己了，你就是不行。那几年他活得特别憋屈，每逢过年都觉得压力山大，直到有一年，他决定不再争辩，也不再用急躁的方式证明什么，而是默默专注于提升技能。3年后，他转职到一家外商企业，薪水翻了3倍。当亲戚们在提起他的工作时，他只是轻轻一笑，桌上所有嘲讽声立刻消失了。他只是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了自己，也证明了最好的报复不是将别人拉下水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当你面对嘲讽时，请将那些言语视为激励你的力量，不要去陷进泥沼，而是专注于建造自己的灯塔。当你的灯塔光芒万丈时，那些泥沼自然会远离，而那些真正欣赏你、支持你的人才会被你吸引而来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在遭遇挑衅时，第一反应往往是情绪化的反击，但一旦陷入情绪战场，大脑的理性思考会大幅下降，导致判断失误。当一个人受到嘲笑后急于解释自己，在旁观者眼里反而显得更理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是想解释清楚，亲戚就越抓住画柄不放。相反，冷静和沉默会让对方找不到攻击的突破口。沉默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自保的智慧。它像泥沼里的静止策略，至少能让你先不再下沉，给自己时间寻找真正的出路。3. 理解自己，放下过去，学会理解自己，不再被过去的伤害所定义。小雅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她的父母和亲戚总是偏爱她的弟弟，对她却冷言冷语。每当小雅取得好成绩时，他们总会说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终还不是要嫁人。长大后，小雅靠自己的努力，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。当她有了能力后，家人开始向她伸手，要求她为弟弟买房买车。如果她不答应，家里人就会骂她不孝。小雅感到非常痛苦，她意识到她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她一直在追逐那些无法得到的东西，就是家人的认可。她就像那个陷入泥沼的探险家，不断的在泥泞中挣扎。最终，小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选择了理解并放下过去，在她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家人，并将过去放下。她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。虽然她与家人的关系并没有完全修复，但她内心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她不再活在别人的阴影下，而是活出了自己的光芒。她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于别人的认可，而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当你面对伤害时，不要急着去追究、去报复，请先停下来，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，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，去修复那些因伤害而产生的裂痕，去学习，去成长，去变得更强大。因为最好的报复不是让对方难堪，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。当你过得足够好时，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将会被你远远地甩在身后，他们连你的影子都追不上。那么，当亲戚瞧不起你时，我们该怎么做？1. 不急着反击，第一时间闭嘴，不参与情绪战场。记住，他们想看你失态，你偏不给他们看。2. 把焦点转走，当话题不断针对你时，转移话题是一种聪明的方式。例如聊旅游、电影、美食，把泥沼的重心移开。有人问，你怎么还没买房？你可以笑着说，房子还没找到合适的，但我倒是找到一家美味的火锅店，评价还蛮高的，既化解了尴尬，又转移话题，避免陷入争论。3. 用成果说话。最终，真正的答案不是嘴上赢，而是用时间和成果赢。当你真的站上更高的舞台，曾经的嘲笑声就会变成无声的背景音。人生最痛苦的事，不是被亲戚看不起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话，把自己拖进了无止境的情绪泥沼。你愈想证明，愈耗掉了能量，最后真正的梦想和目标反而被耽误了。
记住，报复不是胜利，成长才是；解释不是答案，成果才是；情绪不是出路，冷静才是。当你走出泥沼，真正活出自己的价值时，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，会自然而然闭嘴。到那一天，你会发现，泥沼从来不是阻碍你前进的东西，它只是提醒你，别把力气浪费在错误的战场。所以，当亲戚再度冷言冷语时，不必急着反击，也不必急着证明，保护好自己，积累实力，静静前行。等你站上更高的舞台，你的沉默会成为最有力的回应。人生是一场长跑，而不是一场短跑。一时的落后，不代表永远的失败。只要你保持心安，不断前进，你最终会跑赢所有的人，包括那些曾经瞧不起你的亲戚。